60年代末的日本兴起了一波反体制的学运浪潮，许多学生燃烧青春，为理想走上街头。但如今很多日本人却说那个时代却是他们最不想回顾的敏感历史。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60年代学运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960年代末，一股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浪潮席卷了日本，包含了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的名校在内。当时呢，全日本有高达80%的大学都成了学生们抗争的战场。他们怀着守护民主、平等的信念，反对校园独裁，抗议不合理的学费政策，也为了弱势权益还有反战理念而奋斗。但这个热血沸腾的世代呢，最后却写下了日本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被一些日本人评价为最糟糕、最不幸、最不愿回想的历史。因为这些充满理想的学生运动呢，后来却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部分的运动者甚至拿起了枪支，成为了国际通缉的恐怖分子。甚至有些运动者呢，还死在了革命同胞的暴力之下，让运动呢以最残酷的方式画下了句点。那今天我们就会透过1968这套书来跟大家一起看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时这些学生都在抗议什么，最后又为什么会走向暴力甚至是自相残杀呢？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志奇，你会推荐大学生一毕业就勇敢创业吗？然后说我真推，就我自己是过来人就毕业后就直接创了捷运设计。那虽然到现在就是10年了嘛，但起步真的很辛苦啦。我觉得举例来说，第一个是像工作经验不够嘛，就是很多东西你不懂。当时我记得我连薪资条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还是别人跟我要的时候我才给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创业，它真的算蛮烧钱的。我还是建议毕业之后呢，先工作一阵子，累积了一定的存款再说。那第三，我觉得我们团队还是因为很幸运才可以活到现在但真的不推荐没有工作就直接创业。那如果真的想创业的话，要找合伙人吗？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去听听看我们的新频道里面刚好有讲到这个东西。那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有创一个新的频道，在 YouTube 还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到，叫做谈个生意。在里面呢，就会有我还有我们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王真祥一起会来聊聊生意相关的各种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专注在商业的频道，像是我们就会聊聊这个创业组织管理商业趋势，还有财务的营运等等，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以后呢，也会再邀请一些业界来宾一起来聊聊有趣的生意话题。那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是把创业这10几年的经验启发，都想要尽量的分享给大家知道。那节目的这个含金量应该还算蛮高的啦。那不论你是老板、投资人或是普通上班族，这个节目应该都有一些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上面有启发的观点，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听听看。现在频道才刚起步，赶快订阅我们的谈个生意，成为我们的元老级观众哦。1960年代，全球掀起了反战、反体制的新左派思潮，日本也不例外刚步入大学的战后婴儿潮世代，纷纷开始关注社会议题，反思资本主义还有政府权威。而当时呢，正在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就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就此点燃了一个世代的抗争潮。开端可以从1965年的庆应艺术大学的抗争说起。当时校方呢单方面的宣布要大涨下一届新生的学费。那虽然这不会影响到在学的学生但是在2万多名在学学生当中呢，有高达了8000多人都站出来罢课抗议，反对让庆大呢变成少爷学校。紧接着呢，包含了早稻田明治、中央等等的大学也都接连的出现反涨学费、反产学合作的罢课运动。书中指出这些学生抗议的核心目标呢是追求校园的民主化，并且捍卫大学追求真理的价值。甚至后来一些学生呢还选择走出校外，基于民主人道的理念，参与反迫迁、反越战等等的社会运动。不过这些抗争呢大多都没有成功，校外的这个社运更常常遭到了警方的强力镇压。1967年，一名金大生呢更是在与警方的冲突当中过世，而这个悲剧引发了学生们更激烈的反弹，学运潮也越挫越勇。到了1960年代末期，一共有165所大学，也就是当时全日本80% 的大学都爆发了校园抗争。此外呢，抗争手段也变得更加的激烈，有70多所的大学还被路障封锁了好几个月。因此这几年呢也被人称作是日本教育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很多的日本人呢更是叫它做全共斗时代，因为当时多数大学的主要抗争团体呢都叫做全学共同会议全共斗，而让呢这个全共斗蔓延全国的一大关键是最高学府东大。东大的抗争呢，起源于医学系的学生，他们不满新制度，要求毕业生无薪实习，认为这是对于学生的严重剥削，因此他们发起了罢课抗议。但是罢了几个月，校方还是完全无视于他们的诉求，甚至对于一些的学生寄出了退学处分。
于是1968年的6月，部分的学生呢决定升级行动，占领东大的象征性建筑安田讲堂。就在当天的凌晨呢，校长亲自找来了上千名的镇暴警察进入校园，彻夜的驱赶抗争学生，这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哦。不少东大生回忆，听闻消息时呢，他们既震惊又愤怒，认为校方彻底违反了学校自治的精神。所以很快的呢，更多科系的学生也都加入了罢课抗议的行列，让事态演变成了学校的抗争。那其中长期遭到了教授剥削的研究生还有助教，更是作为激进派成为了抗争的一大主力。但由于东大多数的学生自治会呢都被相对温和派给把持，所以后来呢这些激进派的学生就另外组成了东大全共斗，并且再次的占领安田讲堂。没有想到呢，这一战就是好几个月。这次他们有了东大学生的广泛支持，校方呢也没有再叫警察来，甚至最高学府的头衔呢也让他们获得了大量媒体的曝光，以及别校的学生跟校外左翼党派的支援。那到了1968年底从各系的主任到校长，东大高层几乎全部辞了一轮，校方的态度也明显的软化。但就在这个时候，运动内部呢却面临了巨大的危机。几个月的抗争下来部分学生的支持早就转淡，而全共斗呢则变得更加的激进。他们质疑大学的存在意义，甚至喊出了东大解体的口号。这导致全共斗跟其他抗争团体出现了更严重分歧，甚至上演了暴力内斗。1969年的1月初，两派人马为了是否接受校方条件吵得不可开交，全共斗呢更发起了袭击，结果变成了一场上百人受伤的大乱斗。那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学生支持全共斗了，而且校方呢也受到了政府施压，要尽快解决事态，因此再度的找来了镇暴警察，驱逐逮捕抗争学生，东大斗争也因此落幕。尽管如此东大斗争的影响力呢，还是让全共斗运动蔓延到了日本各大学，并且催生出了各种街头斗争，甚至是高中生抗争。但是这些运动呢，也清一色的以失败告终。而全共斗退潮之际部分运动者呢，也从原本戴头盔拿棍棒的学生，成了拿起枪杆的武装分子。运动一再的挫败呢，使得一些抗争者淡出了运动，留下来的人呢，则变得更加激进。不同派系的抗争者之间呢，也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频繁的爆发武装内斗，甚至会绑架立场不同的人，强迫他们进行自我批判，拒绝的话呢，就施以私刑。书中就收录了不少运动者的经验，有的人被关在地下室，扒光衣服，遭到乱棒伺候；有的人呢，在被打到快昏过去的时候呢，还被泼水叫醒。与此同时面对警方压倒性的暴力，也让越来越多的运动者相信，只有武力才能够对抗体制。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既有的大型抗争组织就开始崩解，分裂成了一个个武装抗争路线的小团体。而其中一个被不少人视为能够打破运动僵局的团体是赤军派，他们主张武装起义，更扬言呢要占领首相官邸，推翻日本政府。但他们吸引到的多半是没有太多运动经验的高中生，还有年轻劳工，因为多数的运动老将呢都觉得他们的主张没有可行性。那根据参与者的回忆赤军派呢虽然口号宏大，但他们确实没有明确的计划跟准备，做事也相对的松散，所以呢发起的行动都接连的失败。那到了1970年的上半年呢，赤军派就有249人被逮捕，其中更包含了大量的干部。眼看整个组织几乎就要覆灭剩下的成员呢也开始四分五裂，有一部分的人选择离开日本，发展国际革命。代表人物之一呢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重信房子，他后来成立的日本赤军更成为了国际通缉的恐怖组织。那至于留在日本国内的赤军派成员呢，也同样走上了更极端更暴力的道路，最后的所作所为呢更是震惊了整个日本，为这个世代的反叛画下了残酷的句点。1971年，穷途末路的赤军派呢，选择跟另外一个同样深陷困境的组织革命左派合并成联合赤军。后来呢，也以准备武装抗战为由，把成员集结到了山上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在山岳基地的生活非常的困苦，让一些成员动了离开的念头。而联合赤军的领导层呢，为了阻止组织彻底的崩溃，就选择施行暴力的方式来杀鸡儆猴。其实处决了2名逃跑的成员，后来呢更发起了名为总结的肃反运动，也就是呢要求他们自我批判。但不同于过往的是，他们还会在成员的自我批判当中挑出语病，然后以此为由命令其他的成员把人绑起来殴打。甚至联合赤军领袖还为这样子的行为建立理论基础，一切都是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算人被打死了，也是因为他们没能够完成革命战士的使命，所以他们不是被杀，而是自己败北死。结果短短1个多月内呢，在山岳基地的29名成员当中，就有12人死在总结的私刑暴力下。直到1972年的2月初，2位领袖呢下山募款，成员们才纷纷的出逃，并陆续的被捕。
包含了2位领袖呢，后来也被警察给抓到。而最后剩下的5名成员呢，则持枪跑到了一家民宿，挟持了老板娘当人质，想要继续他们的武装革命。而警方呢，则动员了上千的警力，跟这5人展开了长时间的对峙。直到第10天哦，警方决定攻坚，最后成功的救出人质，并把5人全数的逮捕归案。而这个过程呢，更被电视台全程的直播出去，而且呢，有上百万人收看，创下了日本电视史上的收视率新高。随后呢，他们在山岳基地的私刑命案也经由警方曝光给了媒体，造成了日本社会又一次的大震撼。联合赤军犯下的这2起事件呢，不仅让社会一片哗然，也使得其他运动者深受创伤，纷纷的绝望的离开运动。而日本政府呢，也趁机加强对于左派运动的打压，日本国内的社会运动呢，也就此陷入低谷。那让很多人不解的事情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展成这个局面的？在1950年代末，日本其实就爆发过大型的社运，反对美军驻日的安保抗争，但那是在战争创伤还有爱国心驱使下萌生的运动。对于60年代呢才进入大学的战后婴儿潮世代来说，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战争，更活在日本经济起飞的盛世。那到底为什么要抗争呢？普遍认为一大成因呢是当时全球反战运动还有左派思潮所带来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呢，1968的作者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他认为呢这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结果。相较于上一代面对的是战争、贫困、饥饿交织的近代的不幸，战后婴儿潮世代呢面对的则是现代的不幸。这是指呢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变，导致对于认同感到焦虑，对未来感到闭塞，还有对于生活缺乏实感的状况。而这所谓的巨变呢有很多，比如人口往都市集中导致农村的没落，或者是消费主义泛滥等等。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主要介绍2点。首先呢是政治上面的，作者指出日本经济的成长呢让既有的左派失去了战斗性，包含了工会被资本家摸头啊，左派革新政党呢也走入体制内，再加上呢当时执政的自民党跟在野党呢常态性的勾结，导致国会也没能够发挥制衡的作用。那很多年轻人虽然关心政治，却对于代议民主制度感到失望，所以选择呢走上街头，想要诉诸直接民主。而另外一点呢，则跟教育有关。这一代的人呢，小时候战争才刚结束，所以教育呢非常强调民主、平等、反战、人道的价值。但是后来随着经济的起飞，教育呢更着重在培育产业人才，保守政权呢也开始介入，导致这个升学主义的崛起。那这样子的改变呢，一方面让不少的学生在常年埋头苦读，终于考上大学之后，瞬间的失去目标，感到空虚啊、迷惘，进而出现了必须做点什么，找到自我的焦躁感。而另外一方面呢，这让他们感到困惑、反感。明明从小教的是民主平等，这个体制呢，却把学生区分阶级，然后送进社会，成为榨取或者是被榨取的一方。而那些打败同辈考上名校的升学胜利组，甚至呢会因为自己是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怀有罪恶感。而在60年代末，学生面对越战的白热化也有类似的情绪，尤其美军大量轰炸，日本政府呢还匆忙协助，更让这种大人们说一套做一套的感受进一步的扩大。与此同时呢，他们对于活在日本的和平繁荣的自己，也产生了更强的加害者意识。而这种感受还有意识，正是学运最后走向毁灭的一大因素。作者认为呢，当时年轻人对于虚伪大人的反感和自身强烈的加害者意识，让他们过分执着于达成言行一致，进而导致他们走向激进。这也是为什么从东大斗争开始，全共斗运动当中很流行自我否定的概念。因为这些年轻人认为，既然要改变体制，那就也必须要否定活在这个体制当中，甚至是享受体制红利的自己。而这种概念呢，也使得运动者倾向认为抗争必须要伴随着某种牺牲，像是东大解体这个口号的背后，就多少带有舍弃自身学业成就的意义。也有赤军派成员表示呢，自己加入运动的契机就是看到有运动者身亡，而对于没有赌上性命投入其中的自己，感到非常强烈的自我厌恶。那有观点就认为随着这种自我否定的概念不断的膨胀，运动也成为了某种自我实现的手段，甚至呢导致后期流行起用暴力胁迫成员自我批判的做法。而除了自我否定，作者呢还指出，运动最后走向毁灭的另一个关键是虚张声势。书中搜集到的观点呢，大致上都认为赤军派说要武装革命啊，占领首相官邸，要么是极度的无知加天真，要么就是为了让运动继续下去而在吹牛。但是当赤军派跟革命左派合并成了联合赤军之后，这种虚张声势就变成了互相煽动的恶性循环。因为合并当时其实两边的领袖地位都不太稳固，也都有很强的动机想要证明自己的战斗性。
所以出现逃跑者之后呢，志军派领袖就说要处决叛徒。作者认为这其实跟占领首相官邸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的说法。但由于组织文化的不同，另外一方呢就把他的话当真了，再加上呢想要证明自己战斗性的心情驱使之下，便真的付诸实行了。接着，志军派领袖只好不甘示弱的发起暴力总结运动。而在第一位死者出现之后呢，所有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崩坏，成员们更因为呢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总结的对象，积极的参与私刑，造成了最终呢总共是14人死亡的悲剧。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个隐约的感觉是，在每个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一段难以直视的敏感历史，而越难以直视，创伤呢或许就越难被抚平。比如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就是一段留下了很多创伤、对立与纷争的历史。那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情境与脉络，但对于日本来说，那个学运时代呢，也为日本社会画下了一道持续至今的创伤跟撕裂。有日本学者就说过，他觉得那个时代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最糟、最不幸、最不想要回想的敏感历史。很多的观点也指出，因为学运末期的这个荒腔走板，使得社会运动呢在日本一蹶不振，被污名化为犯罪，甚至呢让很多日本人变得政治冷漠，不再关心社会议题。那也是因为60年代的学运潮最后是以那种方式画下句点，所以也有很多的声音把那一整个时代定义为一群幼稚无知、自我中心的年轻人打着大义之名犯下泯灭良知的暴行。但还是有一些人，尤其是曾经的参与者依然认为呢，那是一段充满理想与热血的革命青春。像之前重庆房子那集就有分享过，有位曾经参与学运的作者说，对他这一辈而言那虽然是一个充斥暴力与死亡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人们会为了别人挺身而出的时代。甚至在谈到自相残杀又绑架人质的联合志军时，也有人仍然认为他们当时是为了大义和理想选择了无法逃脱的路，甚至形容他们是直到最后都没有舍弃革命理想坚持下去的人。那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刚刚我说到的这两种舆论方向好像非常的割裂？其实呢，这种要么妖魔化要么神圣化的论述呢，长期主宰着日本舆论对那个时代的讨论。但是呢，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打破这种二元论，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1968。这本书的作者呢是1960年代出生的，本来就没有参与过那个时代，而为了保持距离，他也没有去采访当时的参与者，而是透过海量的文献资料，尽可能的去拼凑厘清那个时代的反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书中给出了一大结论是，这整波运动潮是一群被时代所困的迷惘青年寻找自我的结果。那当然，这样子的结论或书中对于运动过程的描述都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不过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些争议呢在书中的序里面就有探讨，所以在实际读到那些段落的时候，更别有一番的趣味。那也很欢迎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买书来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而且现在买书呢还有75折的优惠跟独家的赠品，输入专属的折扣码 BOOK50 还能够再折50元哦，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去看看吧。那最后呢，我们也会想来问问大家，你会怎么样看待日本60年代的学运潮呢？我觉得初衷还是值得敬佩那样子的理想跟热血现在已经很少见了。B 我觉得就是一群中二屁孩妄想要当英雄，结果失控变成了恐怖分子。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大义或残暴，都不能够完全的归咎于人们自我的选择。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学运潮的历史。此外呢，可以在这个地方看重庆房子以及红色高棉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